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贵州铜仁，这里也是属于大山深处。大家看到我身后没有？有一栋非常奇特的房子。我们经常说城堡，特别是欧洲的城堡，在国内呢是比较少见。但是呢，在贵州大山处，当地的一位村民却建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，就像类似于欧洲城堡的房子。今天我们去探索一下，很少能够看得到，非常与众不同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房主的主人，跟他了解一下，他是不是设计师出身？因为很多可能设计师都设计不出来这样的房子。今天刚好这个房主人在家里，我们就向他了解一下他建这个房子的故事。从画面中看，确实与众不同啊，设计风格很别致。现在看起来是属于架子，还没装修。你这个房子的面积大概是多大？就一层200多。底部是什么？底部像一个碉堡一样的。底部还要从那个地方架到那个地方去都，它就不翘了。那你是有设计图纸，还是光靠自己想象出来这样建的？这个我讲究跟着地势来了，啊，跟着地势来的。图纸也有的了。那你可以挺有才的，自己建制图纸。图纸我自己画的。那确实很厉害呀。自己画跟着它干了，有的地方就把它改一下。自己设计，自己施工，自己建造。等搞好了，那个路就是从那个上来。那你这样慢慢开始装修了，也要有一点时间了。我要装修，我什么时候我装修得起啊？我就是这个外形没搞好，我就不想装修。啊，等于是整体框架还没建好。哦，就是就跟这个外形搞好。要装修那个房子，哪家的房子几包水泥一点沙也糊上去了不啦？装修要不了多少钱。装修也不一定哦，你如果好好装修的话，也可能得花费一点。这个装修没有深钱的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这个确实非常独特。当时怎么想到建造一套这样的房子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然后就越建越大，越建越宽了，是吧？那确实很厉害，因为别人想不到建设的这样的房子。一般大家现在建房子都是这样，四方是正的，而你这个呢，完全就是一个城堡。不一样，我建了，我一共建了3间房子，3间房子都不跟别人都不一样。以前建那个小嘛，在哪里？在老家。以前我那个造型就不跟他们一样，就是用人工打那个水钻，它还没有现在这些机器嘛。现在这个框架建完成有3年了吧？这个放在这里有6、7年了。有6、7年了。啊，我想搞就搞一下，不想搞我就跑。就是想搞就回来弄一下，不弄就回去打工了。我前的这几个月在这个东北绑钢筋啊。现在以我的想象，我跟他建出来呢，这栋房子呢，它是很牛批的。确实非常与众不同。要是能跟他搞好，他非常牛批的。你现在还是属于在装修的过程。你打个比方，你现在建的这样一个毛坯房，随便一个房子，你没装修一个架子，肯定没那么好看。慢慢的从无到有，那这个房子自然就好看了。我这个房子没装修比装修好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有特色。是啊。你装修的时候，倒是选一些其他的材料，与众不同的材料也非常好看。那你准备过几天去福建打工啊？那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可能到春节嘛。也是弄钢筋。去工厂先搞那筷子。我搞钢筋加班有1万多块钱。啊，那怪不得你一个人能建起这么好的房子。我很少出门打工的了。我这么大年纪，我没在外面打上5年工。你年纪多大了？50多了。那快退休了，或者你退休，我就找好这间房子，我都退休了。对。找好我就住在这个地方，我随便在这个地方养点什么我就可以了。简单装修一下，这里就变成一个世外桃源，一个独立空间了。你这个还是挺有才的，看来你还是赚到钱。钱肯定嘛，钱我不管在家里在外面，我就能赚得到钱。你想一想，一般的人，就算是在工地上干活的人，或者我们说那些设计师啊，他可能都设不出这样的房子，你反而能设计出来。我跟他设计出来，没人搞得出来。对呀。那样大事。你像这个上面这个，当时建的时候，你一个水泥应该是也请的外面的那个机器来了。他们有没有怎么评价你这个房子？是不是也与众不同呢？是有嘛？
对啊，因为不管是谁看到你这个房子都觉得非常特殊，非常奇特。这工程太大了。啊，工程大这个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慢慢的，你打个比方说，你最开始说建这一遍，然后后面发现这个地势又非常好，就慢慢建的更多。其实看起来这工程量不小啊，你在这里弄了好久。是不小，比这什么工程能大？对呀、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弄的。我想搞我就搞一下，我又没不认真搞，我不想搞我又跑去玩去了。啊，正常，这个自己家里的事情总干不完的嘛，累了就休息一下，娱乐一下嘛。是啊，反正这个我又不答应他做我随便一个人随便做一下就行了。对啊。我要装修我不是吹牛的，就说我1分钱没有，我要装修得起。啊，那看你怎么装修了。这个装修有小有大嘛。你这个建设房子，小孩出去了吗？没帮你吗？啊？小孩没帮你吗？没小孩，我一个人。啊，一个人是吧？玩过山了，玩。啊，我还说你小孩你这么大，小孩应该也回来帮你一下。没有小孩了，一个人。哦。那你更不容易啊！一个人能搞成这个样子，确实厉害。厉害！别人说我花癫了，整这个。啊，不能这么讲。就我们说的，别人看你是笑话，我们看别人也是笑话。你说每个人的想法看法不一样。我说搞出来，我比那个秦始皇修那个万里长城还一样的有名，是不是？特殊嘛。我这个永不千秋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人建的？就是这间房子花那个几百万建这个，没人去看到那个了。嗯。是不是？你说很多别墅花了上千万，也就是那样，可能里面可能稍微豪华一点，但是你这个房子，只要任何人一看到，就会记住这个房子，是不是？这样看起来，你这个算起来是1层，但是从底下算有3、4层了，那算起来不止200个平方啊！里面有多少个房间呢？房间多嘞。我要住，我就住这下面，我都住不完。对呀、我住下面、上面。就住这个矮洞，我就住不完了。下面就跟窑洞一样。是啊。就证明你还是很厉害嘛，一般人做不到这个样子的。现在没搞好。其实有一点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你像建这样4方4正的房子啊，它比较中规中矩，而你呢打破常规，就带点艺术细胞，对吧？带点那个我们说的设计师的风格。不想请人搞他妈一天搞不了多少哈。其实你如果这个装修起来，如果说好好弄一下，确实非常漂亮。你像这个架子现在都这么漂亮，装修好了这不更好看了？装修好了没人看了。不一定，装修好了你看用什么材料，怎么装修，是不是？你看现在没装修好都有这么多人看，大家都觉得与众不同、独特。真的，在远处看非常像城堡。上面到顶了嘛，就不会再增加了吧？上面增加不去了。不增加了。是，不增加了，就这么高了。啊，那也可以。房子嘛，主要是用来住人的，只要自己住得舒服就可以。我这个就是修来让人看的。那你在里面住的舒服就可以了。是。你还是要住嘛。搞出来跟人笑话的。没有，不能叫笑话，就是让人看的。其实很多人看到你这个就觉得是人才。你想一想，特别是很多设计师啊，他可能都想象不出来这样的房子，但是你想到了，这不是你的独特之处吗？我跟那个地方搞成古墓还要吓死人。那差不多2、3年就可以完工了。我这边架子出来了就快了。对，架子出来装修就快了。刚刚我们简单和这位大叔聊了一下，大家觉得这个房子如何？这种与众不同的房子大家见过没有？我确实也是第一次见。这位大哥50岁，没有娶老婆，但是呢花了几十万建这个城堡，有点像白宫，也有点像城堡，这个确实有点让人无法理解。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的房子是无法住人的，是白修了，这个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不过这位大叔也确实挺厉害的，花了3年的时间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豪宅，但是却无法住人，可能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。